大家晚安。OK 好，那刚刚呢已经有一些老师有进到我们 Google Meet 里面来了。那我把今天的一些网址，我已经把它贴在我们的这个讯息里面，所以呢，您可以先把我们简报打开。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OHA 云端教室这一个。好，云端教室。那么您把我们的简报打开，我们会有2场。好，这个我私人办的。一个是我们今天这一场开学前1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开学后1周。也许有些老师可能开学前1周就先准备了，有些老师呢，开学之后就会用到了，所以都没有关系哈。那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种工具很多，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OHA 云端教室呢，其实我觉得效果蛮不错的啊，尤其是在即时的这个互动部分，可以让老师跟同学之间，不管你是线上的、线下的，还是有可能出现的混合式的，一部分线上，一部分线下都没有关系，都有机会可以用到。那你如果还没有用过的，参考看看。等一下我们会让各位进来的老师们，你先用学生的角度先来体验一下，看看用 OHA 云端教室感觉如何。好，那你再来转换成老师的角色，这样子。OK， 好，那我看一下。好，那现在的话呢，如果您已经把我们的简报打开，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会用到的大概是这几个相关的网址。那直播的部分呢，大约会有5到10秒钟的 delay。所以如果说您是观看直播那边的，也是可以。那您在里面留言的话，我也会回复，只是可能我们中间会有一点点时差。那如果说你进到 Google Meet， 我们就会比较及时一点。好，那麻烦大家呢，你待会儿除了把我们简报打开之后，因为老师呢，您要先当学生嘛，所以麻烦你先加入我准备好的这个云端教室。好，那它加入呢有2种方式，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就只当访客，那这种方式呢就是使用1次的。糟糕，我画面忘记分享了。你看我比你们还紧张，不好意思。好，但是 YouTube 有看到了。OK， 来，您再看一下在这边。好，这个是我们有2场，有2场的这个时间表。那么刚刚在这里，我在讲的就是这一段。老师，你可以用手机扫描也可以，或者你要直接打开我们的这个教室都 OK， 都是可以的。那我先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如果你打开了之后，你有2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当访客，那这个呢就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你今天你只要打上你的名字就可以进来了。但是呢，你退出之后就相同名字也没有用哦。它就是只有一次性的，你没有办法再进来。如果呢你想下次我还要重新进到曾经加过的教室，或者你自己发起的教室，我会比较建议您可以注册一个账号。反正注册账号现在已经成为老师的全民运动了嘛，对不对？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么您可以看到，就你用手机也可以我们 OHA 云端教室呢，它也可以在哪里，在手机上这种行动装置上都可以使用，所以这个部分呢，就麻烦您帮我们加入咯。好，我来看一下，现在有4位老师进来了，有没有？没关系您陆陆续续都可以进来。
那如果您是用 iPhone 的话，可能会发现，明明有进来，但是不在教室，有没有？所以像这个应该是梁老师吧，好，他可能就是用 iPhone 的，好，那他登录2次，就是他用访客，好，用访客的方式进来的，好，所以各位呢，又有一位同学，老师进来了，所以我先把这个 QR code 摆在这边，好，那您用手机也 OK， 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先跟老师提一下，因为 Google Meet 在应该是5月份还6月份就有推出这个功能，叫做子母画面。我不确定老师你已经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内容，好，就是这个更新的一个功能。因为呢，我调查一下好了，就是老师您现在是使用单一萤幕的，好，就单一个萤幕的，麻烦你帮我按个1。如果你是用双萤幕的，你帮我按个2。哦，高老师双萤幕很好。不过应该很多啦，很多可能都是单一个萤幕。那单一萤幕的话，其实对老师在当学生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你应该会觉得比较不方便。所谓的不方便，是因为你今天要看个我的 Google Meet 的画面，那又想要自己操作自己的，这样是不是相对怎么样？要在那边切来切去的。好，那你可以使用 Google Meet 新的这个功能。它之前是先从教育版的先更新了，所以我现在连一般的 Gmail 账号也都有这个功能哦。你可以在这边来，我把那个画面抓给老师稍微看一下。来，在这里，好，你在你的 Google Meet 的下面3个点点这里，你就会找到有一个叫子母画面这样的功能。那它就可以把我们 Google Meet 的画面呢，把它变成最多4格，好，像这样变成最多4格，那它会置顶。所以呢，你今天再切换到不同的萤幕，或者像这样子，你要把我的分享的画面也钉在上面也可以，有没有？好，然后我就可以像这样子。那这个呢，你可以像这样子，把你的 Google Meet 的画面就留在这边，这个大小位置你都可以自己调，那你就可以同步去操作你的电脑其他的视窗或网页的内容。所以这个功能的话，其实我觉得让 Google Meet 在单一个萤幕的状态下，真的会变比较好用一点。好，所以这个部分您可以参考。当然，如果您上课的时候，您的同学如果真的他要线上的，因为以学生的角度来看的话，我相信在家里面用双萤幕的，应该会比老师少更早。好，所以你也可以请他们用这种方式，这样呢，他就比较不容易错过老师讲的重点，但是他又可以自己去操作他的内容，这样子。好，所以这个部分在我们简报的第3页里面，好，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好，那老师，如果你后续陆续进来的话呢，就麻烦你再帮我们加入我们的欧哈云端教室。那如果您是先注册，用注册账号的方式，那他会要求你，请问你要加入的教室代码是什么？好，那我们在这里，好，上面有一个教室的代码，您打这个代码就可以进来。好，所以2种方式，你直接当访客的也没有问题，就是下面这个。好，那如果呢，你想要注册账号之后，想要重复使用的，未来你也想要自己开教室的，你就用注册账号的方式。好，那代码就在这边。好，那这个呢，我就先放旁边哈。如果待会呢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显示出来。好，那这个主题，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主要就是以欧哈云端教室为主。好，但是呢，我还会搭配一下一部分的 OneNote 这个平台。
好，我想现在呢，教育部有规定嘛，就是暑假不是有办了很多 A1、A2 的研习，对不对？那 OneNote 呢，就是属于 A2 的，因为 A2 比较属于就是数位学习平台，好像那个什么英才网啊，然后那个军医都是属于那一块，都是属于 A2 的，所以也许有些学校有介绍过 OneNote， 好，那不过我想应该不多啦，好，主要可能还是以英才网啊，或是其他那些为主，但是没关系，你都可以来看看，因为每个平台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好，那么针对这个主题，我刚好这个礼拜，上礼拜在木栅高工的线上研习，我有介绍。好，它的时间比较完整，有3个小时，所以我把 OHA 跟 OneNote 那边讲的比较完整。那如果老师有兴趣的，也可以直接把这个影片打开。那第二个呢，您也可以到我的这个网站上面，我有整理一个就是跟这些教学有关的网站，我可以很肯定上面的都是我的文章。好，来教室的代码，来甘老师在这里，在这边，好，在这里。好，所以呢，我把它分门别类。那有一个类别就是我们的 OneNote， 好，就是我们 OneNote。那我在那个上面呢，已经放了很多，包括我介绍的 OneNote 或者是 OHA 的文章，那也有教学的录音影片。那么针对 OneNote 呢，我有做更详细的这些介绍啊，包括老师的注册啦、学生的学习、老师怎么备课、怎么做班级经营。甚至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秘籍，您可以参考的。好，这都在这边。那写的文章真的还蛮多的啦，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它的，可以让老师们做做参考。好，那一样比较晚进来的老师没有关系哈，我们的这个简报的网址，还有我们OHA云端教室。好，已经打开了，您可以从这边加进来。好，那我应该先来问一下，有没有老师您曾经用过OHA云端教室？有吗？好，我会把 YouTube 那边把它放上去哈，这个 YouTube 那边的也会看到，也会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哈。甘老师有，太好了。好，当然 OHA 这边跟 OneNote 他们都有所谓的付费的版本啊。那我们原则上今天主要就是以免费的，因为新北跟台北，还有一部分的新竹，然后花莲、高雄、台中也有一些学校，有采用他们的系统，那这样就会直接整合到他们的学务系统里面去。所以好处是，比如说学校开什么课程，老师您已经课表都排好了，那么您本身的这些同学教室就会直接进到里面去。那我们现在没有的话没有关系，老师都还有什么 Google Classroom， 对不对？我们免费的，你也可以从 Google Classroom 这边直接帮老师把同学从你原本的这个教室抓到 OHA 里面来，那你只要让同学用相同的账号注册 OHA 云端教室，它就会自动进入到老师的教室里面来。所以这样也是很好用的哈，所以不会因为没有付费你用的功能好像就差很多，没有。OneNote 跟 OHA 这边呢，其实就是免费跟付费之间的这个差距上并没有那么大 ，OK？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试看看哦。我来看一下，好，现在有13位老师进来了，对不对？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那在疫情期间，我想老师在班级经营或翻转学习有遇到很多挑战嘛。但是现在经过2年的训练之后，大家应该现在都很厉害。只是说我们还是希望说老师能够找到你自己觉得
最适合的方式。因为之前的话，我们先求有，可是我相信老师一定多多少少对这样的远距上课也好，混合式的上课会有很多怎么样，就是觉得还不是那么顺畅的。好，那我们就找一些工具。我相信这个暑假期间，大家应该很少，往年很少像今年暑假这么认真，有没有？这么认真准备课程，参加研习哈，因为以前放暑假当然就先玩一下咯，对不对？但是呢，因为老实说，我们是有点担心开学又一波嘛哈。今天看这个疫情的人数，已经又有一些上升了啊，只剩1个礼拜，所以开学之后，是有一些风险，好，有一些风险，所以老师呢，当然还是要自己先准备好。那我们在这个欧哈云端教室，它比较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即时性，啊，也就是比较及时的。包括老师想要做线上的点名，好，因为以往你可能一个一个看，当然可以，但是呢，总是比较麻烦。那这个线上点名呢，你点几次都没关系，你要上课点、中间点、下课前点都可以。好，那再来呢，你也可以互动的提问，有抢答，也有评分，同学的分组，好，这些课间的工具，它都帮你准备好了。所以呢，不管老师是实体的课程、线上的课程，还是混合式的课程，好，都可以使用，这个都没问题的。好，所以在 OneNote 里面，它就是把大家这些工具整合起来。当然，你说，我有没有其他工具可以选择？也有，网络上也有很多，但是大多数都是怎么样？分散成单一个，分散成单一个功能比较多。老实说，要找到一个完全符合你的需求的这种云端服务，应该也有困难啦。好，我们只是说现在呢，尽量找可以让它整合在一起，老师就省掉许多的这种登录账号的一个动作，因为有时候不是只有老师要登录，同学也需要啊，对不对？比如说你用卡户啦，用 Word 啦、Neopad 啦，都很好的工具。可是呢，因为它都是以测验为主嘛，所以今天如果你不是要做测验，糟糕，你就要回到，对不对？也要传统的方式回到 Meet 啦，好，再来做。那我们在这个欧海云端教室这边，如果您搭配我们刚刚的那个 Google Meet 的子母画面，对不对？它也不需要怎么样，再另外开视窗，您就直接让它用子母画面。或者是用手机的载具都可以。好，那当然生生有平板也是 OK 啦。未来如果说您的教室里面可能同学会有载具，不管是个人每个都有，还是分组的，一个小组一台，那有载具的话，你又可以做更多。当然，如果都没有载具 ，OneNote 跟 OHA 可不可以用？也可以啊，还是可以用的啊。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哈。那再来呢，我们就是针对 OneNote 的部分，因为呢 OHA 可以独立使用 ，OneNote 也可以独立使用。好，那我们两个结合在一起更好用。我们今天的主轴就是只会用到一部分的 OneNote， 好，还是以 OHA 为主。但是等一下呢，您可以参考看看，好，因为 OneNote 呢，它有提供比较多的这种所谓的教材的类型、测验的类型，好，那你包括你来自 YouTube 影片，来自云端硬碟的档案，或者是您的简报，不管是 PowerPoint 还是这个 Google 简报，好，甚至网络的文章，它都可以加进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前2年就有分享的，就是影片，老师整理 YouTube 影片，用 OneNote 整理。真的很方便，只要一个网址，就可以把它的影片的标题、影片的缩图、影片的说明，通通加进来。然后呢，老师还可以在影片里面出题目哦。时间到了，我就怎么样，题目就自动跑出来，老师就不用那么麻烦。好，这边我什么时候要准备
要问同学问题要暂停，你都可以自己指定。就是影片的播放的起讫的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那什么时间点出现题目都可以。那现在其实在这个 OHA 跟 OneNote 的开发这家公司的就是叫浩学，他们现在也特别在针对 YouTube 影片又做了另外一个平台，可以做到比现在 OneNote 里面还要更多，就是包括老师要指定问题，然后呢观看影片的片段都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功能。不过现在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开，我已经有测试过了，但是我想那个部分的话，我们就等它正式公开的时候再跟老师来做介绍。那当然它也有一些比如说测验啊、投票啦、缴交作业的这些功能，所以搭配 OneNote，你可以把它最简单的就是老师把它当作是一个教材的一个整理，那这样就会比较好用。OK， 好，那我们一样再请老师加入一下咯。如果您还没有进来的，还没有进到我们这个 OHA 云端教室的，您可以先加入进来咯。不管你用手机扫 QR code，注册账号或者用访客，通通都可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玩。好，那有一些出现不在教室的，您不用难过了哈。基本上就是你大概是用 iPhone 的。好 ，OK， 那这个我们就先把这个我先留在这边。那你有需要的，我们的简报档案或者是直播，您就可以从这边直接看到。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有看过加入的时候，就同学来讲，学生端他加入的时候有2种情境，一种就是我刚刚讲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是一次性的课程，那你当然就不需要再注册账号，直接用访客就好咯，对不对？那第二种情境就是我可能会有多次课程需求的，或者是我们直接从哪里 Google Classroom 直接把同学叫进来的，那一种方式的话呢，他都可以看到他所发起或者所参加过的这些 OHA 教室，云端教室，他都可以重新再进入里面。OK， 好，那我们现在到这边，有没有老师都跟上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应该还好啦哈，我们只是先介绍一下，介绍一下而已。好，那我们就先来试看看咯，先来看一下点名咯。来，你看在这里，因为你现在是学生的角色，所以你暂时看不到我左手边这么多的项目。我如果没有记错，你现在应该只有3个，当学生3个就好了。好，那我们先让同学出席一下咯。来，那在 OneNote 里面呢，同学的出席有2种，学生自己签到，或者是老师点名，或者是你2个混合起来用都没有关系。好，那我们先来看看，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好不好？那您注意一下哦，您刚刚加入的那个网址啊，您的画面会跳出来哦。来，给您看一下您的画面。你看有老师已经签到了，有没有？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谁签到了，谁没有签到。好，在这里。好，我把它复制起来，我拿到这边，我来加入。好，我用老师的角度给你看一下。好，我现在是用访客的。OK， 加入。那因为现在点名中嘛，对不对？你看，你们只能看到3个。然后呢，这里就有签到的时间，所以我如果按下去，好，到了，那么我就可以同步看到我们这边，像这样子。好，那这个时候我知道
孟峰老师，对不对？哎，他刚刚有在，所以已经到了，有没有？老师一样可以手动啊。然后呢，如果有这个，哎，这位老师迟到了，有没有？它上面会有不同的标示，好，会有不同的标示，所以呢，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手动去点名。所以有没有到，这个倒不是最重要的，好，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可能有些装置它会屏蔽掉这个持续通讯的部分哈 ，iPhone 主要啦哈，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您可以透过这样子直接来做签到的动作。那这些签到的动作呢，它会帮你记录起来。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在这里有没有14位到了，1个迟到，2个请假？那你就可以在这边，你可以选择把它下载下来，也可以把它命名。好，比如说这是我们一开始第一次的课程开始，您就可以记录下来。那这些资料呢，都会帮你保留着。你下次呢，你看我点到这里，有没有？点到这里，是不是都可以看到出席的状况？这样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对不对？你也可以把它全部下载下来，您就不用担心这个出席的部分。好，那你要点几次，就看老师自己咯。好，有的老师呢会找到的，可能分数会给一些分数比较高，之类的，都可以。好，所以我们现在呢玩过点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咯。当然呢，这边也有什么随机抽人，有没有？抽人也是没有问题的。好像一般来讲的话，我抽人我也常常用有一个那个 Wheel of Name。如果老师有曾经看过的话，应该会有印象，这个还蛮多人用的。好，这是我上学期的班级，我们会用这样子转盘，当然也可以啊，对不对？像这种转盘也是 OK。好，那但是呢，我们 OHA 里面也有内建的，我们来看一下咯。它可以去抽2种，一种就是比如说有在教室的，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有些老师其实事实上在，可是它会显示不在嘛，所以我觉得这里就不分。那它可以针对什么全班，或者是我们针对小组，因为在 OHA 里面分组也蛮容易的。好，比如说我现在针对全班，我们来抽2位。好，我来这边抽2位咯 ，play 一下。你看抽到2位了。那曾经抽过的，于瑞，这个应该是于瑞老师吧？有在吗？有吗？你要开麦克风吗？锦龙老师有在吗？好，看起来没有回应，没关系。来，那有抽过的，您会发现，你看刚刚我们不是有加入了吗？你有没有发现，他有告诉你某某人上课中，现在我们是不是在做随机抽人？你自己的画面有没有都有看到？都有看到，抽中的同学名单。好，所以像这样子，我们在使用上就还蛮方便的，你可以马上看到它。好，同学呢不用担心说，我没有看到。那这些东西它也会留下来。所以说，你看，我们刚刚因为已经抽过这2位老师的，那我要再抽一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已经自动排除这2个人？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这2个自动勾起来了。当然，如果老师有某几位同学比如说蔡老师这边，我知道他会了我就把它排除。好像这样子，好 play 一下，对不对？我再抽一个出来。所以刚刚呢，那2位就免疫了。好，当然你要不要排除，那就看你哈。好，这次就抽到静美老师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 OHA 里面，他在课堂出席还有随机抽人的部分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边，在简报的第10页这里它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想要来让同学分组，那这个分组呢，它会帮你记录下来。所以，如果你这一次的分组要跟下一次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好，但是它会帮你记住，会帮你记住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咯。来，分组。好，你看我来这边，一样的，除了全部学生或在教室的学生，它还有分成2种。一种就是自动的，一种是手动的。好，那如果是自动的话呢，你可以随机分组，还是男女平均，还是男生女生个别的分组都可以。那我先随机的好了我们就分，我看一下，6组1人3个。好，那我们就 play 一下咯。老师可以看一下你被分在哪一组，他会秀给你看。Teacher， 你被分到第5组，有没有？它有没有语音告诉你？而且呢，你的颜色真的不一样。那每一组的名单你都可以看得到，好，你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样你就知道你是分在哪一组的。像这样子。那如果说你真的有需要做调整，好，因为一样的，它还是会把这些记录下来哦。你看我们刚刚的有没有在这边？随机分组分6组，你可以把它命名，也可以把它下载。那如果你有需要重新调整，你就来这边自己再重新去选，看谁要第1组，谁要第2组，就这边就可以选。不过要记住一下不是只有选第1组就好了，你全部都要再选一次所以说这个就等同我们刚刚在外面这里老师手动的意思啦，对不对？然后你去把学生选进来，好，你就可以像这样子，那帮同学分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既然分组了，我们就可以来玩一下即时抢答咯。我们可以来玩一下即时抢答。好，那这个部分呢，我等一下会准备一首进行曲，那给老师猜看看这是哪一首卡通的主题曲，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咯。来，我的这个抢答，我们这里有一个即时抢答。那我们可以针对个人的，也可以针对小组的。好，假设我5秒钟之后，好了倒数5秒之后开始抢答。好，等一下你会看到你的这边有没有？现在这里等到时间到了，有没有亮起来了？但是还没有开始哦。来，我们来听看看吧，这一个。来，这一首叫《威风凛凛进行曲》。好，有没有老师知道这个是哪一个卡通的主题曲？你可以按真的。听得到吗？我把它开大声一点好了。好，来，锦荣老师已经送出来了，有没有？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经过了快1分钟，想好了。有没有？你现在都还可以再按哦。所以如果你想要再按的，搞不好他答错了，对不对？好，锦荣老师，你要帮我们开麦克风，还是你要用打的？这是哪一个？你看甘老师也进来了，有没有？有没有？锦荣，我们这一家。对，甘老师答对了，锦荣没有回答米大可老师，这个要透过抢答，有没有？好，那你看我们这样好了，我就可以来学生这边。好，我们看到那个甘老师的在这里，对不对？给你一个赞。You're the best。你那边也会听到声音哦，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透过
欧哈云端教室哈。当然，我们也可以针对什么小组的，也可以针对小组的，我们去做这个回答，也很好啊，对不对？好，那一样的哦，我再来用即时抢答，我这次换小组哦，因为我们有分组了嘛。好，我先 play 一下，3秒钟之后，请问这首进行曲叫什么？这是针对小组的。好，你看第6组有没有？第6组这位惠老师5秒钟就送出来了。来，请问这一首是什么曲子？威风凛凛。对，所以你看，我可以针对整组来，因为你代表第6组。好，我们从这边来，有没有？给你一个赞。那在这里面，欧哈呢，它可以有2种选择，就是如果我是小组的分数，我要加到每个同学身上，还是要像我现在这样子，就是小组的计分跟个人是分开的，你可以自己决定。预设值是跟个人在一起，好，个人在一起，所以呢，我给老师稍微看一下好了，就在这里，有没有学生分组加减分的方式？看你是要加到学生身上，还是加到小组身上，都可以。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老师会发现，今天如果说我是在实体课程上课，分组好了，一样可以用这样子啊。他们现场举手不是更好吗？老师不是更喜欢在教室现场看到同学吗？对不对？好，用这样子，然后你只是记录的方法，把它改到云端而已。那么您看，我们刚刚有做的这些记录，有没有发现每个同学的头上都有那个分数？那因为我现在分组是用另外的，所以这边就看不到。其实如果你看到这个，应该有点熟悉吧？哦，这些图，我相信你在另外一个有看过哈。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用欧哈，它所提供的一个这样的功能。那么分组很方便，你可以第2次、第3次做不同的分组，都可以再继续下去哦。好，那当然它也会有倒数计时啦哈，所以这个倒数计时也还好。但是重点是，来我们体验一下倒数10秒，我们来看看它在进入第5秒之后，你的画面也会不一样哦。时间剩下5秒了，你的画面也会跳出来哦。时间到了，对不对？哦，那这样就是做一个提醒。好，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稍微缩小一点，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大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像刚刚一样把它稍微缩小一下。好，这样也 OK。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重点哦，快问快答。快问快答这个部分，待会我们还会跟 OneNote 那边做结合。好，因为跟 OneNote 那边会更好用，但是我们先来看看它原本使用的方法。好，你看，现在介绍这些其实都是所谓的课间工具啦，好，包括即时抢答啦、快问快答。那目前欧哈所支援的有2种，一种就是上面这个单选题，或是问答题，好，2种。那如果你要做超过这2种的，我们就会配合 OneNote 这个平台来做。好，只是说，我觉得它这里稍微比较不是那么方便，就是老师如果有2个班级、3个班级，那你必须在这里一个班级一个班级这边输入，比较麻烦。好，所以我等一下会介绍老师用 OneNote 的方式。那么一样的，您有问过的，你看这里有没有？这里都会记录起来，好，都会帮我们记录起来。比如说，我们先问这一题好了。你看，我现在打开了，你有问过的都会秀出来。那我们看看这里哦，有没有？可是现在还不能按，因为我还没说开始抢答嘛。好，来，我现在就开放老师作答一下咯。今天刚好是什么？今天不是刚好是属于那个吗？处暑啊，823，除了是那个炮战纪念日，有没有？今天也是24节气的处暑啊。好，这个是有回答的哈，有打勾就是有回答的，但是答案是不是正确还不知道哦。来，我把结果显示一下。好，来，在我还没关闭作答之前，您的这里都还可以改变哦。
好，因为呢这一题有点讨厌，随着年龄的增长，答对的越来越少。这样我的暗示很明显了吧？已经有一个带枪投靠了嘛。我们现在还没有关闭作答之前，都还可以改哦。这样有没有老师很有良心？好，最后3秒，3、2、1，来，好，终于，现在你已经不能够再改了，有没有？你到这边来，我应该停止作答了吧？有，好，所以到底是农历还是国历？当然是国历啊，因为24节气就刚好是12的两倍啊，对不对？一个月有2个节气呢。好，那答完了，总是该有这个，对不对？你看有没有？我们就可以在这边，那这些评分的项目，老师可以自己去建立啊。那比如说，这里做得很不错 ，You're the best 啊，这几位同学，请多加油。这样可以接受嘛？哈，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子，问答题单选的，您就 OK 啦。那再来呢，这种，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有看过一掷千金的话，好，开始作答。罔顾道义的罔是哪个罔？好，现在一样哦。这个锦龙老师很快哈，朱荣老师也很快。好，我们看一下到底选 A 选 B 的罔顾道义的罔到底是哪个罔？其实如果你网络上找一找，还是真的2个人都有写。但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了哈。根据教育部的，好像是左边这一个，好像是啊，这个大家可以再去查一下。好，所以你可以参考看看，好吧？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啊，没关系，因为这个老师没有很认真嘛，哈。You're the best。好，那这个就是问答题咯。你现在看一看你的画面，它就跟刚刚不一样了，因为在这里。必须要自己输入的，好，自己输入的。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一样，我开放作答咯。这里只有一个4个字的成语是正确的，来，请你写下去吧。这里只有一个4个字的成语。好，我们来显示一下。有固步自封，还有没有？有没有三顾茅庐？有没有根深蒂固？对不对？好，也就是说，你的问题，你可以是图片，也可以是文字，那可以是单选，也可以是问答题，都 OK。好，你就可以像这样子去做。糟糕，是这个顾呢，还是这个顾呢？这个是哪一个？正确的应该是这个吧 ？You're the best。你看我们这样就可以给同学一些回馈啦。You're the best。好，三顾茅庐，三顾有这个顾吗？没有，糟糕，太混了。这里答对了。You're the best。有没有？好，那你在这边都可以给同学做回馈啊。好，这个是在有载具的状态下，那没有载具的状态下，就请同学直接上来了，也是可以。好，所以您只要有问过的，他都会帮你记录起来，一样就是你可以帮他重新命名。好，这样子的话呢，你会更清楚我在这边要怎么去用。好，所以像这样子，这个就是在我们欧哈云端教室里面的这个叫快问快答。但是我刚刚讲了，这个有点麻烦，是在于你今天老师有些课程，你可能是一个年级有2个班，甚至更多。那你每个班都这样写，是不是还蛮花时间的？对不对？即使再少有图片，也是要花时间。所以呢，其实他最近
事实上，欧哈已经推出一段时间哈，那它在暑假这段期间啊，其实还有做了一些更新，包括我们刚刚那个学生分组的重新调整，还有你看到在这一边有没有？以前是只有以前也没有连接 OneNote， 就只有单纯这个快问快答，然后就被我吐槽，我说这么难用，这样不行啊，因为很多问题我需要重复使用啊。因为它没有办法直接复制教室哈，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方便的方式。所以那时候就跟他建议，你至少要能够跟 OneNote 结合。然后呢，现在呢，它也可以跟什么？跟云端硬碟，或者呢，就打开你自己的 Google Classroom。假设你在那边有题目的话，打开之后可不可以在这边来做问答？对不对？也可以。好，那如果呢，你想要把你的教材就直接放在云端硬碟里面。那你只要授权它，这里有2种选项，好，就是我只要文件就包括 Google 文件啦，或者 Office 啦，好 PDF、MP3 这些，还是你所有的文件都要显示出来。那只要你有授权，它就可以直接读取。那 Google Classroom 也是一样的道理，好，就是你授权了，我可以从这边就把 Google Classroom 打开。那我现在比较建议大家的是，你可以把它放在 OneNote 里面。就是它这里的数位教材，你看我点进来，我们利用 OneNote 来整理老师们的教材，真的很方便。好，你看进来了，它可以分是你自己建立的，还是我去订阅别人的课程，都 OK。你看我就整理很多，有没有？好，这里就有很多咯。那我把这里打开，您进来之后呢？就会看到里面我已经准备很多题了。那你在这里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现在讲的就是在简报的12页这里。好，简报的12页这边这个我也有写一篇文章特别介绍那最重要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在这里，它显示的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哦。哪里不一样呢？在这边，你看有的是可以按的，有没有？这种是可以按的，这个比较灰灰的是不能按的哦。那你按在这里，跟按在后面是不一样的结果。什么意思呢？因为在 OneNote 里面的它的题材，就是那个题型比较多。刚刚我们在欧哈云端教室，它只支援单选题跟问答题，所以像这个是属于练习题的，很抱歉它不支援。你就必须在 OneNote 里面的模式打开。那如果像这种网页的，它支援，你可以直接用它打开。你看这里有问答题，有没有？好，这里有投票题，这些都是它支援的。我就可以跟刚刚我们在欧哈里面的快问快答一样。来，我来马上考各位一下，点到，你看我从这里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看到的画面跟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样的？这一题是问答题，这棵树或者说这种树，我相信大家很有印象。来，开放作答。现在这个时间应该还有在开花，我印象很深刻。我以前在那个台中育才街那边的高中我们毕业那一年，就是因为我们的毕业典礼都是在晚上，所以在育才街路上都开这个花，那晚上他又用那种黄色的那种路灯，所以晚上的时候就很有感觉，好，就很有感觉。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老师知道这是什么花？来，我们显示一下结果咯。有人说阿伯乐，对不对？没有错，因为呢，我有反白嘛，其实这里还有个小技巧啦。好，不管你是用手机还是现在使用 Google Chrome， 其实现在有一个功能哦，你只要在图片上按右键，有没有看到有叫 Google 智慧镜头？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以图找图的功能。所以下次考这种题目，同学都比你厉害，因为他只要会按右键，他就马上找到答案了。有没有老师有用过这个功能？有没有老师有用过这个叫做 Google 智慧镜头？当然你在手机上的也有，也有那个 App。那如果你是安卓的，
它的那个搜寻上面就可以直接切换成智慧镜头，也很好用啊。对啊，对啊。好，所以这个老师可以参考一下。你看，我从那边是不是就可以弄出来了？对不对？那我们刚刚24节气有了，就不用了。那这里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在 OneNote 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涂鸦体。涂鸦体，好，那涂鸦体的部分呢，这里就是OHA 云端教室没有支援的，那我就在这边按一下旁边这个，好，它就用 OneNote 的模式打开。那这种涂鸦题其实很适合什么？因为我们平常的话，如果你是选择题，同学就会有猜的成分嘛，对不对？我用猜的。那如果你是问答题啊，那一翻两瞪眼，同学又觉得都没有提示，所以我们这里像这种涂鸦题就很适合。比如说你是做流程，好像实验的步骤啦，好，或者是它有一些顺序上的一个定义啊，必须要照这个顺序的。我们可以让它在这个画笔的工具之下，我们就来绘制。那等做好了，就把它送出，这样子。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用 OHA， 所以就没有办法直接让同学操作这一题。可是没关系啊，老师可以代劳嘛，对不对？你来问同学，像我这一题问的就是，我们胃溃疡里面常常听到什么幽门杆菌，幽门杆菌。那到底幽门在哪里？有没有老师要出声音，还是要回答？我来操纵我的手。幽门在上面还是在下面？有没有？反正有一个进来，有一个出去嘛，对不对？我们就可以用它里面这个笔。好，我们就来这边自己画，这里，好，一般我们广告看到的都是这个啊。你没有听过那个吴博义跟什么富胖达吗？对不对？他就说有没有会那个的，会一恰声的那一个的，就是这里嘛。好，所以这个就叫做贲门，对不对？没有关好，胃酸就会怎么样流出去，所以呢，下面这个叫做幽门。幽门，那这里就是我们的12指肠啦。所以像这样子，那说好了，我就可以从这边送出。好，所以这个呢也不错，就不同的题型，老师可以做参考。好，那 OneNote 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出影片题。好，影片题，因为我相信老师多多少少，您的教材里面通常都会有机会给同学看影片。你有没有感觉到同学喜欢看影片胜过听你上课？好，所以呢，如果你的影片我里面我想要出题目，假设影片不多的话，那也许还好，你自己记住就可以。但是影片一多，你就要开始糟糕，我到哪边要记得停，对不对？好，我就不能够忘记啊，因为忘了停，它就过去啦。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影片题的话呢，在OHA云端教室它也支援，可是，如果你是从左边这样打开，它只会把这个 YouTube 破1000订阅，同学有好，这个生物老师也蛮厉害的哈，他待会会解剖那个猪的眼睛。那你在这里呢是打开 YouTube， 那我在这里就是用 OneNote 的模式打开。好，你看我从这里打开。好，我这里有个说明哦，我里面放了2个题目，有没有？一个在48秒，一个在1分14秒。那我先外侧呢，就是好，我来。嗨，大家好，我是好，有空帮他订阅哦，哈，好，好，48秒来，你看，我现在在这边40秒，有没有？那等到他时间到48秒的时候，有没有题目就跳出来了？这里赶快来问一下老师有没有？随机抽人，
静美老师，静美老师有在吗？要不要来回答一下？要吗？要来回答一下吗？我们一颗眼睛有几条肌肉？一颗哦。有没有？还有没有老师想要回答看看？有没有？哦，这个仁宏老师终于跳出来拯救大家的，没错哈、我们眼睛有6条肌肉，哈，一颗，所以一双眼睛就有6对肌肉咯。你看有没有？这样就答对咯。那时间到了，对不对？停，然后呢，答完了，它就可以继续的往下看下去。好，来再来看1分14秒的地方。好，来这里，有没有？刚刚的是选择题。好，在 OneNote 里面你可以出2种，一种是单选，一种是复选。那也可以出像这一种，就是问答题啊。比如说，你看，我们在这边 A 跟 B 的位置是什么？好，来我们看一下 A 这个位置是什么？一般会造成闪光的那个位置。有没有在眼球的最外围？这个是不是叫角膜？对不对？好，那 B 呢？跟白内障有关系的，跟老花眼有关系的，是不是叫水晶体？所以如果像这个，你按确定也没有用，反正这个是问答题嘛。那一样的，答完之后，它就可以继续往下看下去。所以呢，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老师有没有发现，你以前在整理你的影片教材，你要比较辛苦啊，因为我除了要记住什么时间，我还要把它的缩图、把它的标题，我都要放进去。然后呢，你自己还需要怎么样？把题目先想好。如果你的影片不多，那也许还好。可是影片一多了，大概就很难。好，尤其像刚刚那一种，你怎么会记得哪一个要在什么时间要停？所以这种自动的是不是最好？不管你是上课单纯给同学看，还是你要让同学自己自习阅读，通通都可以啊。好，那这个部分呢 ，OneNote 在整理这一块就会相对方便很多。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好，所以这种的，就是跟我们刚刚快问快答有一样，就是情境的，这叫做数位教材，就是来自 OneNote 的。当然，如果老师你的教材来自云端硬碟也可以，好，只是呢就没有刚刚的那些问答。好，那我们到这边，不知道各位老师，您这样对于欧哈云端教室的基本使用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欧哈云端教室不会太难，为什么？本来就是希望能够简单一点啊，只是说它有整合了比较多的工具，比较多的工具在里面。那我们希望说，老师呢，您在使用的时候，可以一个账号就能够完成比较多的事情。不要说像现在我好多个账号，然后去不同的服务，然后各自又要让同学申请账号。老实讲，如果你一个课程里面超过3个以上的不同服务，可能对同学来讲，有些就会稍微比较跟不上。因为这里要有账号，那里又要有账号，比较麻烦。虽然你现在都用 Google 登录也很快啦，但是总是会比较混淆。而且呢，老师您的这些统计资料是不是都分散在不同地方？那在 OneNote 里面呢，在 OHA 里面，它就帮你整合在一起。好，那么除了这里以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咯，它还有几个课间工具我们可以参考，就是我们的有没有互相投票跟互评？好，像我暑假我就有上那个职训课程，他们是大概366个小时，全部都在线上的。
就是大家连见面都没见面的，那怎么办？最后也是要成果报告啊，那又有分组啊，所以呢，我们就用欧哈云端教室。除了老师评分以外，我还希望学生也可以彼此每一组都互评，那他给他1到5分，那去评分，好像这样。那互投的部分呢，你就可以把它应用在哪里？比如说开学了，我们要选班长啦，对不对？还是选学艺股长啊？我就让同学来互相选择，这样也 OK 啊，也是可以。好，所以如果有这个就是载具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去用这些功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咯。你看这里，我们先从户头来，好的哈。那我们就针对小组，那么你可以投自己，也可以投别人。好，来，每个人有3票，我们就 play 一下咯。好，你看，开始户头，来，你看一下你的画面有没有？你要投给，反正3票嘛。好，第1组、第6组、第4组。有没有？只要你还没送出，现在我送出了，对不对？那如果你要改，就来不及咯。就是送出之后就不能改。那我们来看一下咯。来显示一下结果，看一下。好，第2组熊没人，没有人要投票给他。好，只要我这边关闭了。那你就是即使还没有投也不能投咯。好，所以看起来第5组的 OK 咯，所以我就可以回到哪里？刚刚学生分组有没有？第5组在这里给他一个，这样就加到小组里面去。好，所以你看你的分组，或者你要加到个别同学，也可以像这样子，个别一个点加进去。还是说你要一次选好几个同学，也可以在哪里批次评分。这位同学，这位同学有没有？那我就针对这里，那我就直接给这些同学比如说都做得不错 You're the best. 这样子也可以。所以他在这个部分给分的部分，其实还算蛮有弹性的。那刚刚我们玩过户头一样哦，你的这些记录都会留下来哦。你看有没有？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糟糕，刚刚的那个投票情况是怎么样？通通都有帮你留起来。那我们来看看互评的部分。互评的部分我也用小组就好了哈。那我全部选起来。好，来我们看一下咯。有没有？每一组都是1到5。那我并没有限制你不能投给自己哦。所以开始。有没有？那这边呢，你在投票过程，然后第1组、第2组、第3组、第4组、第5组，好，送出 ，OK， 对不对？好，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可能都会有需要这些东西，好，这些就是我们讲的课间的工具。那您可以看到，我们第6组终于胜出了，好，很好，第6组我就回到第6组。好，所以如果你的加减分是记录在同学身上的，那这些分数就会直接加到他们身上去，好，就会加到他们身上去哈。所以你看，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不难。你看我们刚刚提到的课间工具，包括课堂的出席啦，随机的抽人，有没有？倒数计时、抢答、快问快答、分组。互投互评，还有我们透过 OneNote 来整理。好，所以如果老师你希望你的问题可以做比较好的整理，那我当然就会比较建议老师来搭配 OneNote 的部分，会更好用。那么在这边呢，它其实也有一个交作业的功能不过它的交作业功能我觉得还好，它稍微比较弱一点，因为它目前就只能针对什么？做2个，一个就是图片，一个是影片做笔记。好，所以呢，这个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有2个，你看一下这里，作业在这里有没有？因为我已经有先用2个作业进去了为什么不能看到？
因为啊，他的作业只能针对一种身份，就是你是注册的账号才可以。好，如果你是用访客的，有没有？我们刚刚讲，你只要打名字进来的，访客的很抱歉哦，不能够怎么样交作业。好，所以这个我觉得交作业它目前相对比较弱啦，所以也不见得要用这边来做，不见得用这边来做哈。OK， 所以你看我们欧哈讲完咯，欧哈就讲完咯。因为呢，以老师的当学生的角度来看哈，就是当学生的这个视角来看，你看你主要就这几个功能，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没有公告，然后同学出席的状况，那在这边呢，老师也可以把欧哈云端教室当作是一个入口，也就是我进到这边来之后，我想要开启 Google Meet， 我就从这边开启，这样也可以啊，也是可以的。啊，你看我们分组啦、抽人啦，啊，你报到的时间、班级的同学，这里同学也都看得到每个同学的这个基点。那讲到基点，我顺便提一下哈，就是如果说老师在这个基点的部分，你觉得差不多了，好，我可能要做一个那个断点，对不对？好，就是我可以把它清除归零啊，比如说现在期中考考完啦，那我们就重新来过咯。你就可以把它清除归零，这样就重新再来，好，像这样子。好，来，那我来问一下，请问大家这样对于刚刚欧哈云端教室的功能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当学生当完了之后，等一下就要当老师咯。有没有问题？好，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咯。现在还有人进来哈，没有关系。来，那我们现在准备要来自己当老师咯，所以你可以先从这边哈，先从这边返回选单。好，那如果你不是用登录的，是用访客的，你可能就只能登出，要回去。你自己要来建一个账号咯，要麻烦老师你回到他的首页，建一个自己的账号。我们来看看，如果你要当老师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好吧？请来，如果比较晚到的老师或同学呢，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简报档案，然后我们的欧哈云端教室在这边。好，那也有 YouTube 直播，所以您都可以从这边看到刚才前1个小时的内容。好，那我们现在要请大家呢，先加入欧哈云端教室咯。好，你用你自己的看是 Google 账号哈，就直接登录进来，还是你要用信箱都可以。OK 吗？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咯。来这里，好，那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有注册账号的话，好，你有注册账号，你会发现你有2个身份可以选择，看你是老师还是学生。那当然，学生就是加入别人的嘛。好，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有没有？我如果是学生，我可以看一下我刚刚有加入的这个班级在哪里。那我在 Google Classroom 也可以哦。好，所以如果你有 Google Classroom， 你当加入老师的班级，好，我也可以从这边。那目前 OneNote 的部分，这个是属于付费的，好，就是它跟 OneNote 结合这一块，
是属于付费，所以理论上各位应该是不会看到。好，那么如果你是老师，当然这些教室就是你自己开的。好，我们刚刚加入教室，这里有代码，对不对？就是加入别人的。那你如果要自己建立教室，就要发起教室。你给他一个教室的名称就好了。但是呢，你用这种方式都没学生呢，对不对？都没学生，你等一下要分组啦，要做一些抽人啊，一点都不好玩。但是呢，没有关系，老师呢，是不是之前都有很多 Google Classroom 的教室？所以你就从这边有没有 Sign in with Google？ 就直接从您的 Google 账号里面把 Google Classroom 的资料，班级把它叫进来。那这里老师留意一下，如果你的班级真的很多的，可能这边要稍微等一下哦。好，他在读取的时候，如果很多，也许不会像我这样一个班级就马上出来。那如果你是用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直接就把同学把他带到你的云端教室里面来。好，那他呢，只要用相同的 Google 账号在欧哈云端教室，他就会自动在我是学生这里会看到老师已经帮他怎么样加入到他的教室里面去了。那这种方式，我觉得就是在免费版本里面，这样就省去了老师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老师也要在家上课的时候，就要一个一个把同学加进来，有没有？去电脑教室啦，教同学怎么用，现在不用那么麻烦。你已经有了，就直接从这边就可以把它带进来。那因为这样带进来，里面又有同学嘛，所以你就会有比较多的你可以测试的空间。你进来之后呢，你会看到里面就会有你同学的名称。当然因为现在都不在教室了所以没有关系，我们这些功能还是可以用哦。你会发现当你变老师之后，有没有左手边这里功能多很多了，不再像刚刚当学生只有3个。好，现在呢你有很多功能可以用。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好，如果你点了之后，其实老师您预设应该只有这2个，加1分减1分，对不对？那没有这些啊，那怎么办？自己来啦。所以您看到我们左下角这里，这里有一个叫评分项目，好，评分项目，所以我来这边，你可以一个一个加，但是这样太麻烦，对不对？你可以按编辑项目。所以老师下次可以整理在一个文字档，只要你有文字，中间半形的逗点，然后再加减都可以。那有些老师会想要做所谓的上课的注记，所以他现在也允许0分，也允许0分，所以你一样可以用哦。那你用这个方式，我下次呢，就是把这个复制起来，拿到另外一个班级就直接贴上去就好了。那您的这个表现评分项目呢，就可以直接进来。好，这是第一个您可以使用的。有没有？你现在自己当老板呢、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多的这些工具。那老师稍微留意一下，你如果是从 Google Classroom 进来的，会看不到这2个。好，你只会看到上面这3个。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在这里去管理学生。如果在这里帮你管理学生，你就会跟 Google Classroom 不同步。所以你直接过去 Google Classroom 管理你的学生就好了。那当他带进来的时候，你那边有增减，这边就会自动有，所以你不需要在这里管理。那第二个呢，你的教室的名称，怎么叫教室名称呢？你看我们上面在这里，你看我有的哦，有没有？这里快速教室，我可以在这里面设定什么？教室的名称，甚至把教室删除，改变它的代码，对不对？这些动作，因为你是搭配 Google Classroom，所以你也不能在这里改，所以你们不会有
刚刚讲的这个选项这2个，你们只会上面这3个。所以老师，如果你的教室名称有改变，请你回到 Google Classroom， 改完了这边进来就会变了。好，这2个好比较特殊一点。那其他的基本设定呢，就还好啦。好，你看我们在这边，学生要用大头还是小怪兽，能不能允许他们换头，对不对？他们可不可以互相留言？还有我们刚刚在用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一些声音吗？如果老师觉得，比较大的孩子这样会有点吵，你可以把它关起来，好，那就不会有这个声音。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里分组的时候要怎么加减分。那当然，如果老师怕说这样的分数，就是我们右手边有没有右上角这个分数会影响到同学的心情，对不对？你可以把它不显示，有没有？不显示课堂的加减分，类似像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收起来。那你现在看到这里有的没有，是因为它不在教室吧？我看一下，0分的，加减0分的加减0分的才不显示其他的还是会显示出来。OK， 像这样子，因为它有一些是帮他注记用的，帮他注记用的，那就是加减0分。OK， 好，所以呢，在欧哈云端教室它的管理这个部分其实大致上就像这样子而已。它现在已经帮你做一些分类你看班级经营、课间的工具，那跟我们的数位学习，还有教室的设定。所以其实就像我讲的，欧哈云端教室会不会难？不会，对不对？它主要就是希望老师可以比较方便的去使用。那不管你是用平板、用手机，您可以发现我们刚刚这个界面，它都可以显示出来。所以如果老师您的班级还没有生有平板，但是可能有些同学会带手机过去，当然我比较建议就是分组的啦，这样会比较好，比较不会那么乱的话，一组有一个行动载具，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有比较多的互动，可以跟老师去进行。当然如果都没有也没有关系，我们刚刚的随机抽人同学的分组快问快答，你是不是都可以搭配随机抽人？这样也 OK 对不对？抢答就不用抢答就直接举手。其实老师比较难上课的点，通常是什么？混合式的教学，就是一部分在线上，一部分在现场。那个部分呢，很多老师都自顾不暇了，对不对？照顾现场就来不及了，所以线上的同学呢，就感觉有点被忽视了。但是其实我自己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上课其实都会录影。那我也跟老师稍微分享一下，因为学校是没有特别要求啦，没有要求说我们要线上上课啦，还是要实体上课。可是我就自动实施了2个学期，2个学期我们就这样玩。那在像这里，我们上课一样，我都会录影所以像我在这边，我一般上课的话，我都会有2个网络摄影机，就是针对这种混合式的教学，一个可以看到我，一个可以看到现场的同学。那这样线上的这些同学，他们怎么样？他们在上课的时候比较有参与感，对不对？像这样子。那我们在这边呢，因为这一堂我们会有自己做教材，就是我会录影，所以我这里我准备了3个网络摄影机，他们待会会滴到这边来，然后呢，现场的同学在这里。所以如果你有足够的网络摄影机，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说，不管是线上的或是像这样混合式的，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可以让怎么样？线上就等同现场上课，
有没有？像这样，它倒下去就是这位同学在倒嘛。然后我们就会把墨水滴下去，好，就会把这个段拍成一段影片，再拿到我们的特效软体来做处理。好，所以其实混合式的教学，如果老师有兴趣的，你也可以到我的这个整理的这些网站，好，因为我整理大概4-5个，那这些上面的文章我都很认真写，好，希望呢可以给老师呢一些就是参考，好，线上远距的教学啦，还有工具很多，好，当然我也不可能每一个都用，但是呢，你知道的工具越多，你未来遇到许多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状况，我们就有更多可以取舍的空间。那老师如果只有一招，万一那一招不行，你就比较辛苦一点。OK， 好，那这样子老师就会咯，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在欧哈里面其实真的不难，就这样就解决了。那我们现在呢要前进到我们的 OneNote 咯，好，前进到 OneNote 里面来。我们希望像刚刚我们在欧哈云端教室一样，我可以把它怎么样加进来。我们有老师在问问题，朱荣老师提到说上课快速注记0是什么意思这个的话就是比如说它本来是没有这个功能啊，等于就是原本就是加1减1嘛。可是呢，有些同学可能老师只是要帮他做个记号，比如说那个他的什么表现好了啦，比如说他可能要2次以上不 OK， 我才帮你扣点，还是加点。那你现在只有1次，我就先帮你注记一下。那么注记好了，老师是在上面就可以看到，对不对？当他累计到2个，那你就可以帮他加1或减1，类似像这样子。我原本也没有想说，加0有什么需要嘛，因为一般好像0就0啊，所以就是在这边做一个注解的意思，这样子而已。好，这样朱荣老师 OK 吗？还好，有回答到您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麻烦大家进到 OneNote 咯。来，我把这个 OneNote 的网址给大家，好，但是老师要麻烦你，请记得要用相同的账号来注册也就是你欧哈用哪一个账号注册的，麻烦你 OneNote 也要用相同的账号。当你的账号相同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帮你整合进去。可是如果你不一样，很抱歉，2个是独立的。2个是独立的。好，我们等老师一下来。我开一个给您看一下，您就到上面这里会员登录。如果你用 Google 账号，就麻烦你用 Google 账号登录。原则上应该现在大部分都用 Google 比较多嘛。那您登录之后呢，大概会像这样子。有没有？右上角会显示您的账号名称。好，那你也可以去做编辑。那预设的话呢，您进来之后会在发现这个类别。这个类别呢，就是属于公开的，也就是说这些看到的单元就是我们讲的教材，单一个教材。那课程就是很多教材组合成一个课程。群组就是有班级经营的概念。你所看到在发现这里面的，它都是公开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公开。所以呢，你看我们左手边就有2个咯。如果
左手边这个就是你自己所建立的，或者是你加入别人的，或者是你订阅别人的课程，还是加入别人的群组，都是列在左手边这两个。好，那至于公不公开，就看它的设定。好，公开的就会出现在发现这边，没有公开就只有你自己，好，或者是有加入群组的、有加入课程的，他才会看到。好，那来，我们先问一下有没有老师都进来了？如果你已经进来了，帮我按个1好了，我就知道你已经进来咯。好 ，OneNote 先注册一个账号。其实我们这些工具很多哈，那都蛮建议老师你可以自己去找一找，自己去试看看，找到你适合的上课的风格，适合的上课工具，那您就会更得心应手。好，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咯。好，那您进来之后呢，你可以先点到课程。好像我自己的就比较多一点点啦。在这边课程，我有订阅别人的，也有自己建立的。好，那班级群组我比较多，大概300多个。好，因为我会跑来跑去的，所以我的这个班级我都会在这边建立起来。那这样子的话呢，我走到哪边都可以上课。好，而且因为我是付费的 OneNote， 所以我可以从这边直接打开我的欧哈云端教室。那么有在我们这里的成员，好，就是有加入的学生，也会自动把它带到欧哈教室里面去。不过这个是付费的，好，付费的。好，那我们来看哦，大家这样进来了之后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用。好，建立一个。好，今天0823，对不对？好，建立，你给他一个课程的名称。OK， 那课程名称进来之后啊，其实这里就等同了我们在整理教材。老实说 ，OneNote 并没有提供太多的所谓的云端空间，所以呢，它的教材主要来自哪里？啊，主要除了一些测验题以外，主要就是来自 YouTube 啦，或者你的云端硬碟、网络上的资料。哦，你透过这样去做整理。那这个地方它最少要有一个主题，这里就有点类似我们在用浏览器，好，老师可能会用到我的最爱这样的功能。那平常我相信这个您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把它加到跟目录下面了哈，你可能会建立一个资料夹，分门别类。所以我们在 OneNote 里面这个主题就是这样的概念，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一个资料夹。所以你看，我在这里。比如说这是国文，然后我们可能会有英文、数学，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设定哈啊，生科，那我甚至有一些其他的。那么加进来之后，如果你需要修改啦或者删除，就从这边直接来做。那你也可以像这样直接去调整它的顺序，都很方便。好，像这样我就可以直接的去做调整。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资料夹的概念。那你一定至少最少要有一个。那有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针对这里面来增加你自己的教材。那以我这边来讲，其实在 OneNote 上面最多的教材事实上是什么？影片。好，那目前来说的话，
它支援主要有那个 YouTube， 好，有 YouTube， 然后有这个 Vimeo， 但是这个在 Vimeo 在国内用的人比较少。好，那 OneNote 在整理这种影音教材真的很方便。好，比如说你看我如果这一个影片好了，我只要把它的网址，好，就像这样把它复制起来，那我就可以进到这边，这里，好，我就从这边加号，新增单元。你看我们这里的类型有没有比 OHA 多很多？因为 OHA 只支援问答题跟投票，而且投票还只支援单选哦。那我们在 OneNote 里面的投票是可以支援单选跟复选。好，那我就选影片。好，那上面这里不用改，你只要有一个网址就解决咯。来，我们直接往下面。好，我把网址贴上去。来，你看，当我贴上去之后，它自动就帮你把标题抓出来，所以你可以确认一下，如果没问题，点它就上去了。第二个，有没有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间开始播放，什么时间结束播放？那这里并不代表同学不能往前或者往后看，只是说它影片呢一进来之后就会怎么样，自动从2分6秒开始播。所以如果他们要往前播也是可以的。好，你看这个就很方便，对不对？好，再来，我们刚刚的影片有没有一些说明？有欸，它也顺便帮你带进来了，有没有？然后呢，在这里面还会有影片的缩图，也帮你带进来了。所以你看，一个网址有没有就解决了？你原本要分开一个扣一个贴，一个扣一个贴，现在就一个网址就解决了，这样就 OK 啦。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按储存成草稿，这样一个教材就准备好了。好，当然可以是您自己的，也可以是像这样网络上别人的，都可以。好，所以你只要准备好一个网址就 OK 咯。那如果老师呢，你平常是有在整理这种所谓的播放清单的，也是 OK 哦。来，你看我这里有一些播放清单。好，在这边我有2个，有没有？那我把这一个打开。如果你自己的或别人的已经帮你整理好，那你也可以直接用播放清单。我们就来这边建立一下给大家看。来，按个加。这里是有一个 YouTube 播放清单，你只要把清单的网址给它，有没有就自动出来了？啊，如果2个影片都要，你就按加入，2个就一起进来了，就这么简单。而且这个在 OneNote 上面其实，应该有快超过8年了，它很早以前就有这个功能了。好，那你说网络上有没有其他类似的功能？有，但是大多数都有什么功能的限制或者数量上的限制。好，比如说，你只能增加5个啦，或只能增加10个影片，那你就不能再增加，剩下就付费的。可是我们在 OneNote 里面呢，它没有限制哈，你的资料夹就是这个主题没有限制，你的这些项目也没有限制，你可以放几个，所以你喜欢几个自己准备，这样子就方便很多，对不对？那一样的，如果我们在这里面可不可以出题目？可以啊，你看哦，我编辑一下，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个题目？按下去，新增题目。好，那这个是第一题。像这样子，那你可以自己决定。好，这个10分秒，好，就是我的影片在3分钟的时候出现。那你如果要给它选项，我们就给它。那当然你要给它正确答案哦。如果你给它1个，那就是单选题。好，如果你给它2个，就是复选题。
好，这样第一期就好咯，对不对？那你说我在这里面这个编辑器，我可不可以插入图片？可以啊，我也可以从你的云端硬碟，好，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设定大家的云端硬碟嘛，所以你这边按了就没有用。好，那如果你的档案是放在云端硬碟，也可以透过云端硬碟直接进来。好，那我就先这样子哦，先有一个选择题。好，那可不可以在第二题？当然可以。第二题问答题。好，我想要在4分钟的时候出现。那因为你要问答，就不用给他选项，就这样就好了。来存档，这样就解决咯。解决了，那我们就把它存起来。所以老师呢，您可以先试看看哦。影片呢是最简单的，影片最简单，你就这样直接加进来就好了。你看一个网址就解决了。当然，其实一段影片里面到底要放多少个题目，老师就自己决定啦。都可以，好。所以影片没问题了。那如果老师的教材是来自网页呢，当然也可以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吧？在这边比如说我的这个有没有？好，我就把网址把它复制起来。那我拿到这一边，好，一样我就按那个加号，但是这一次就不是影片，是网页咯。好，也把网址贴上去，有没有自动抓到了？按一下，但是它就没有缩图了哈，也没有说明。那么你的网页如果允许被开在 OneNote 下面，你就会看到这样子。那如果万一有些网页不允许被开在这里，那它就会出现一个另开视窗的画面。好，你看我这样就 OK 咯，就把它存成草稿，这样子我的连结就好了。那如果老师你的是来自云端硬碟的怎么办？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是来自云端硬碟，其实也是什么？其实也是来自网页。也是来自网页，你看一下，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个好熟悉的图，对不对？但是因为你还没有授权它可以存取云端硬碟，好，所以您要从这个地方，如果你按下去了，它会出现这个，你要自己去授权，它可以去读取你的云端硬碟。那我这边我用另外一个账号给老师稍微看一下，在这里。课程，好像这样对不对？那我就从这里加号，新增来自网页的。好，当你有授权之后，按下去，有没有就通通都出来了？好，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这边直接去上传，也 OK 啦。只是从这里上传它会放在根目录下面，所以我通常比较不鼓励这样子。那你看，你可以把影片放在云端硬碟，可以把 Google 简报放在这边，可以把 PDF 放这里，对不对？只要云端硬碟可以预览的，通通都可以。那包括了什么 MP3 啊，也都 OK。不过老师留意一下，这里的影片只能播。好，它就没有办法像 YouTube 那样子我可以指定时间，我还可以加入题目它就没有。好，然后呢，你看这个简报，这也没问题，对不对？那 PDF， 好，我们来看一下 PDF 进来了，有没有？标题也抓到了，这个刚好就可以显示在这边，是不是就可以进来了？所以您的教材就可以像这样做进去咯。所以虽然是来自云端硬碟。好，但是呢，我一样可以变成我的教材。那如果你是那个
MP3 档案，好 MP3 的档案也是可以。我看一下，我记得我应该有 MP3 的档案吧？哦，在这里，这个是 MP3 的教育广播，有没有 MP3？ 那你会发现，云端硬碟看得到的，我们这里就可以直接播了。教育广播电台全国调频网收听频率，是不是一样可以？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使用 OneNote 的时候很方便的地方啦。因为呢，你不需要特别的去指定说我的教材是哪一种的，它只要云端硬碟可以用，那几乎它都可以用。所以老师呢，你可以看一下，当然其他的那些题目啊也是一样哈，就是我们刚刚在这里有看到你的是问答题啦，还是投票题，还是涂鸦题，这些呢你都可以自己增加进去。好，那使用方式也不会太难，所以还好，还好哈。所以这个待会儿呢，你就可以稍微试看看。那么等到呢大家都处理好了，对不对？很重要的哦。这里单元2，好，这个不用。好，我来这里把这个删除。不能删除吗？应该可以啊。删不掉，好吧，待会儿再来看。好，那如果您的教材都准备好了，就剩下最后一里路啦。要怎么样？要把它做右上角这个发布的动作。好，你需要把它发布出去，因为呢，你现在都是属于什么草稿阶段。好，未来呢，如果老师呢，你在这边有做任何的增修，也都是一样哦，必须要做一个这个发布的动作。好，这样子你在外面看才是正确的。好，那这边你就可以自己决定要公开还是不公开。有公开的就会放到哪里？发现这里面来。好，那我现在不公开。好了，做完了，老师就可以回到你的欧哈云端教室啦。因为你现在2个是同一个账号，所以你看哦，当你回到你刚刚自己建立的欧哈云端教室的时候，你点了这个数位教材，它会自动去哪里？去我们的云端教室去抓。好，来，我用这个账号进来好了。好，我现在这个是离开教室。好，我用 Google 账号登录。那因为这2个是属于同一个账号所以呢，你看哦，我现在不管你自己发起的还是用 Google Classroom 都可以。好，我就从这边进来，找到数位教材。你看，我们刚刚在这里，我好像是针对影音示范这一个嘛，因为这里有分2种，就是自己建立的跟订阅的，那这是我自己建立的影音示范尝试题，在这里有没有？这里的内容是不是又进来了？所以老师你可以自己试看看哦，你刚刚所做的那些教材就会在这里出现。那如果你是影音题，记得要点什么？点这里哦。好，我们点这个地方跟点这里是不一样的。好，点这里会用 OHA 的模式打开，点这里会用 OneNote 的模式打开。那如果你是影片 ，OHA 就只有把 YouTube 打开，或者是网页，有没有？它就把那个网页打开。可是如果你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像什么涂鸦题啦、影片题啦，那些不支援的，就麻烦你要记得用这个 OneNote 模式。这样子的话呢，你所在 OneNote 做的这种题型，它就会帮你保留下来。好，来，我们看看，这样大家都有跟上吗？有没有了解的？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欧哈云端教室跟 OneNote 不会太难了。
尤其是用 OneNote 来结合大家教材的时候，是真的蛮方便的。那我们跟 ONENOTE 跟 OHA 唯一有借接的就是这个数位教材这一边。好，所以你两个平台独立使用也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啊，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我就把它合在一起用，其实也很 OK。有没有？请问大家对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在 OHA 里面也有这个公告的部分哦，只是我觉得它的编辑器比较不是那么好用，有些时候你排一排，那个格式会有点乱掉，好，你可能要再做一下调整。不过这个都还好啦，如果你的资料不是很多，都还在可接受的范围。你看，像我这个教室没有学生的话，你要随机抽人啦、分组啦，其实都没办法进行，对不对？这样就一点都不好玩。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已经潜水很久的，有没有？那么如果呢，其实你在 OneNote 里面假设你想做更多，当然你就可以搭配群组，好，搭配群组这样的功能。不过我想这个部分就要看老师啦，有的人用的习惯，有的人用不习惯。像我在这边，我也有准备一个有没有群组的，所以呢，他进来之后就会有除了有讯息，其实你会发现跟那个 Google Classroom 很像就是我们会有这个讯息的公告，然后会有相关的这些教材啦、作业。那如果我自己的话，我就是会像这样子，常态性的课程，我就是第一堂、第二堂、第三堂，我就会照一堂一堂的这个课程，那我大概会讲哪些内容，就会把它变成一个任务或两个任务，那这样子称作一个任务。好，那我的教材就在这里面，好，教材就在这里面这样子。那么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用它，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进度，也就是说你在右手边这里可以看到同学自己看这些教材的时间。好，那刚刚呢，我们在影片里面，如果你有出题，这里也都可以哦，也都可以，而且老师可以看到这些统计的情形。好，可以看到一些统计的情形，所以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用 OneNote 的，虽然它现在不是就是最新的，就不是现在这2年才推出来的，那它能够持续存在一段时间，还是表示有它怎么样，它的强项，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呢，就可以参考看看。那我今天的重点比较不会放在群组了哈，群组基本上如果您是国小或国中的老师，通常来说可能会用英才网啊，或者是像军医，这类的当做教材来源比较多。那您就可以搭配我们的OHA云端教室来做一些课间的这些互动，所以这样应该就够。那如果您本身是大专院校啦，或者是高中职，因为高中尤其是高职，它的分门别类就是专门科目越来越多，所以就比较不像国中小，他们有比较统一的教材，你要找这些教材比较容易。那么高中职以上你要用的话，我就会蛮建议，其实你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 OneNote 的群组，来做这样的一个经营。当然你有付费的话，就像我讲的，你在这边就可以直接，如果同学有加入了我们的那个 OneNote， 那你就可以从这边同步打开 OHA 云端教室，这样也可以。当然如果你分开也 OK 啦，就是你用免费的方式，
好也是可以。好，那现在的时间差不多8:49了。我来看一下，就是有没有老师或应该不会有同学了哈，就是有没有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针对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好，我想这个部分有接触到的应该相对比较少，除了是我在研习一开始有提到的新北啦，或者台北市的库克云，他们上面其实都有这样的功能，叫做积点去，累积的积，这个。那积点去其实就是我们的欧哈云端教室啦，趣味的趣。那么其他县市的，可能教育局没有帮大家整合在一起的，我们就是直接用欧哈云端教室来使用。然后事实上新北跟台北他们OneNote那边也都有，只是不见得有那么多人用。好，那这个就看您自己的需求这样子。来，有没有老师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我这边帮您做个说明的？什么？熟知老师要问 Canva？ 好，请说。老师不好意思，我那天没关系，来，我想要请问一下，说那个 Canva 如何像非常好色一样分割列印海报啊？这个我去屏东的时候也有老师问到这个问题，目前他没有分割列印。那所以有一个替代的软体，倒是可以看一下，叫做这个 PhotoCap。那这个是比较久了，好，就是现在也没有更新，可是它本来就有这个分割列印的功能。所以如果你想要有，比如说老师可能要印类似像海报，那我又没有这个，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大的制图机嘛，输出的。我就用拼接多张组合起来。那 PhotoCap 有提供这个功能。那我是要先在 Canva 下载成 PDF， 对，然后再放进去。是的，它就等于是编辑图片的功能了。好，那谢谢，不好意思，老师。那刚刚因为我刚是中间才逛，没关系，我们今天也有录影，就是在那个 YouTube 直播都可以重看。好，谢谢老师。对 ，OK。如果老师对 Canva 有兴趣，你就进到我们家部落格。最近去屏东讲了一整天哦。对，有听到，对，那个我想可能会颠覆老师对于就是以前也许有些老师有在用 Canva， 但是可能没用那么多。好，那这个一整天的内容的话，我讲的应该是比较完整一点。您就可以参考看看，像这个简报就是用 Canva 做，然后上下半场的我也都有把那个章节段落我都弄上去，所以您就可以做参考。我那天有研习，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你有在线上听好？对。了解，没关系。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不会。还有没有其他老师有问题？不是欧哈或 OneNote 的也可以啦。大家都没有觉得我们这个讯息比较好用吗？不喜欢就放旁边，喜欢就放进来，太小就放大。这样，老师我们如果用 Google Meet 上课的时候，这样不是比较容易使用吗？怎么用的啊？我有写一篇文章啊，但是我比较建议老师是用双萤幕啦。因为我放到旁边是就看不到了，对不对？我找一个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叫做事事顺心吧，视窗的视，它是一个免费软体。没有啊，事有在这里，我看一下，应该是这个里面的吧？这个应该叫做，我偷看一下关于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免费软体，老实讲也不是新的软体，只是说
旧功能，好，旧的东西我拿来重新使用。on top， 它其实是这一个啦，这个我看一下，因为我以前有写过一篇文章是在介绍这个。真的没有找到。好，我用另外一个。我看一下啊，抱歉，on top。因为现在写太多文章了，有时候还是要找一下。真的不想让各位看到糟糕的，线上的看一下。在这里。来，我把这篇文章给老师哈。那我在这里面有放，你可以到官方网站下载安装的版本，也可以去下载那个叫做什么？看一下，也可以就是用它的那个，就是我有放在云端硬碟的免安装版都可以哈。你要安装的、免安装的都 OK 哦。那这篇文章下面就有这个连结。不是外挂这个对，这两个都有哈，我把它放在一起。一个是通知的哈，那一个是这个，就是这个 on top。也就是说呢，其实你现在看到这个，我事实上我去选择我的 Google Meet 的画面，你看在这里有没有？我可以把某一个视窗全部的就像这样子。有点类似像我们今天一开始介绍 Google Meet 的子母画面，你看我切到不同的地方，有没有？它都是置顶的，对不对？那我现在呢，并不想要抓这一个，我想要抓的是我现在 Google Meet 里面的其中这个部分就好。所以呢，我就来这边来选到我的视窗 Google Meet 这个。好，现在是这个，那我按右键。我来选择我某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我就把我要的区域拿出来。好，现在就有咯，有没有？我就只留它，好，确定。那这样子呢，我就可以移过来、移过去，看你要放在哪里。滑鼠滚轮、放大、缩小都 OK， 只要你不要把这个视窗缩到最小就好。你可以像这样，我把它放到后面去，这样都没关系。好。但是你不能把视窗缩到最小，缩到最小这边就不会同步更新了。这样 OK， 好，这个小软体我觉得也蛮不错用的。当然，我比较建议就是您在双萤幕的状态下会更方便啦，因为这样子我不想要出现，我就拿到旁边，我也不用说一定要缩得很小。好，像这样缩很小，虽然也可以，但是你还得滚轮放很大，比较麻烦，所以我就拉到旁边就好。好，双萤幕之下，您会比较方便使用。好，那请问这样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所以OHA跟 OneNote 太简单，对不对？都没有问题。好了哈，那我们时间上也差不多啦，那我们就准备播放下课钟声啦。没声音。在这里啊，糟糕，因为我刚刚这边把人家关掉。
好，等我一下啊。好，它受到影响了，好吧，没关系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哦，好吧？好，所以希望大家你可以找到你比较适合的工具，好，哪一个工具都没关系，就是适合老师用就好了。自己的工具一定要自己找。现在呢，你用出版社的虽然可以，可是已经不是最佳解决方案。好，以前可能老师都用出版社的就好了，现在的话，其实有一些教材，我们还是鼓励老师自己做，好，这样你才会有创新，不然的话，你永远教出来的就是出版社那一套。OK， 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